上期呢，咱们讲到了 PS2 的 CPU Emotion Engine 以及内置的两个向量计算单元 VU0 和 VU1， 其中 VU1 有一条直通 PS2 的 GPU， 也就是 GS 的数据通道。那么 PS2 的 GPU 到底有多强大呢？为什么性能这么强大的 PS2 却被生化之父山上真司评价比他妈土星都难开发呢？另外 PS2 的模拟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基本都是无法畅玩的状态，那为什么 PS2 的模拟器也这么难开发呢？相信看完这一期视频，大家就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在介绍 PS2 的 GPU， 也就是 GS 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跟 GS 联系非常紧密的 VU1。在 PS2 图形管线的设计理念中 ，VU0 和 VU1 分别负责处理动态和静态两种不同的模型。动态的模型嘛，也就是游戏的角色呀、敌人啊什么的；静态的模型呢，就是游戏里面除了角色和敌人之外的那些地面啊、房子啊、石头啊、树啊之类的模型。在 PS2 的设计人员看来，游戏中人物的多边形数是要少于场景的多边形数的，因此呢，他们为处理动态模型的 VU0 配置了 4KB 的指令内存和 4KB 的数据内存，而为处理静态模型的 VU1 则分别配备了 16KB 的指令内存和 16KB 的数据内存。另外，与 VU0 不同的是 ，VU1 并不能作为协处理器被 CPU 核心进行调用，它只能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处理器与 CPU 核心并行运行。从主内存向 VU1 传输数据的时候，需要让数据通过 VIF 向量处理器接口进行预处理之后，再存放进 VU1 的数据内存。这个 VIF 呢，可以把主内存中紧凑排布的数据格式展开成适合向量处理器单元访问的32位对齐的数据格式，然后 VU1 就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例如顶点变换啊、光照啊这种向量计算，最后再将计算的结果呢，通过图形处理器接口 GIF 传递给 GS 去进行绘制。另外 VU1 可以使用一种双缓冲模式来提高系统整体的数据吞吐量与并行程度。这双缓冲模式其实就跟现代 GPU 的双缓冲和 Swap Chain 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在 VU1 的双缓冲模式中，我们把 VU1 的数据内存划分出大小相等的两块 A 和 B， 每一块里面呢又分成了输入和输出两个部分。这 A、B 两块内存会在游戏的运行过程中交替的在传输数据和执行计算两种状态之间来回切换。当 A 内存块处于传输数据的状态时， B 内存块就会处于执行计算的状态。反之，当 B 内存块处于传输数据的状态时， A 内存块就会处于执行计算的状态。当内存块处于传输数据的状态时候呢， VIF 数据接口会往输入部分写入需要处理的数据，而输出部分的数据呢，可以被传递到 GIF 图形接口输出给 GS 进行图形绘制操作。当内存块处于执行计算的状态时， VU1 会从输入部分读出上一个状态存进去的数据，经过计算后呢，把输出数据写入到输出部分的内存，然后下一次切换的时候，这个内存块就会变回到传输数据的状态，输入部分呢被新的输入数据替代，输出部分呢传输到 GS 进行图形绘制。这样传输数据和执行计算之间就可以并行执行，互不干扰，从而提高系统整体的运行效率。不过即使是把 VU1 的 16KB 数据内存全用来存储模型的顶点，按照一个顶点占用12个32位数据计算， VU1 内置的 16KB 内存最多也只能存储340几个顶点。凭这340几个顶点就想把 PS2 那时候的游戏场景给画出来，那是肯定不够的。在 PS2 时代的 3A 大作里面，稍微精细一点的主角模型可能都不止500个面。所以为了游戏能正常显示复杂的场景，程序员们就需要把主内存中存放的所有三角形信息分批次的传送到刚刚讲过的双缓冲中，传一部分切换一下前后缓冲，再传一部分再切换一下前后缓冲，直到把所有模型的三角形都过一遍之后，这一帧就算提交完成了。如果大家对现代 GPU 的图形渲染管线有一些了解的话，就会发现 PS2 的这个套路跟现代 GPU 的套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现代的 GPU 为了在单位时间内尽可能的多绘制三角形，会把很多三角形的顶点放入到顶点缓冲中，然后让尽可能多的顶点缓冲常驻在显存里面，这样在绘制游戏场景的时候，只需要用极少数的绘制指令，就能将顶点缓冲中的所有三角形一次性全都画出来了。但是对于 PS2 这种图形管线，我们是没有办法一股脑的把一个模型的所有顶点全部提交给 GS 进行绘制的，因为 VU1 的数据内存只有 16KB， 因此我们必须连续不断的分批将所有模型的顶点信息传送给 VU1 的双缓冲才行，而这就要求 PS2 的内部传输数据带宽要非常大，并且数据传输的过程必须能和 CPU 核心计算的过程互不干扰才行。所以呢，索尼给 PS2 设计了一
一条速度 2.4GB 每秒的 DMA 数据总线，它可以让主内存在不打扰 CPU 的情况下，和几乎所有的模块之间进行数据交互。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了，这 2.4G 每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啊，看起来还没有我笔记本上固态硬盘速度快呢。不过我们只要用简单的4则运算算一下，就会发现，如果以每秒60帧运行的话，按照 2.4G 每秒的速度，每一帧可以传送的数据量大概是40兆多一点。PS2 的主内存呢只有32兆，所以呢，在 2.4G 每秒的带宽，在60帧每秒的帧率下，每一帧都可以把 PS2 内存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都传送完一遍之后，还有8兆多的富裕，这就使得 PS2 内部的数据处于一个类似统一内存架构的状态，看起来能让 VU 和 GS 都可以共享使用所有的内存空间。不过这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要想让 GS 访问到尽可能多的内存，就意味着 DMA 数据总线必须要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的状态才行。也就是说，系统时时刻刻都在把数据源源不断的传送给 GS 或者 VU。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 CPU 和数据传送之间是并行的， CPU 和 VU 之间也是并行的， VU0 和 VU1 之间呢也是并行的。前面说的这几样东西和 GS 之间它也是并行的。所以如果开发者对游戏的性能品质要求较高的话，这些并行模块之间的运行状态和同步数据都需要开发者在程序中进行控制，才能达到一个性能理想的状态。写过程序的小伙伴可能能理解，要同步多个异构的模块，并且这几个模块的程序还不是用同一种语言写的，这程序写起来可老费劲了，而且特别容易出错，一旦出错了还他妈不好查。所以当时几乎所有的开发者事后都在抱怨 PS2 游戏开发难度太高，也就不奇怪了。前面咱们讲过 VU1 拥有一个独立的数据通道，把数据传送给 PS2 的 GPU 也就是 GS 来绘制出游戏的画面。 VU1 这条数据通道呢，只是3条通往图形处理器接口通道中的第1条，这第2条和第3条数据通道呢，都是直接从主内存传送数据到图形处理器的。这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第2条通道，这第2条通道呢，它是一个双向的通道，它可以把 GS 里面的数据传回到主内存。有了这条通道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屏幕缓冲中的内容拷贝到主内存中，进而实现一些屏幕后处理的效果。例如 PS2 的战神2就是使用的这种屏幕后处理的方法，把屏幕缓冲里面的图像拷贝出来之后，再对图像进行一些模糊处理，最后再把模糊的结果呢叠加回屏幕缓冲，就实现了这种酷炫的全屏泛光 Bloom 的效果，极大的提升了游戏的画面品质。当三角形数据通过图形处理器接口最终到达 PS2 的 GPU GS 之后，就可以开始真正绘制三角形的工作了。和它的前任 PS1 一样， PS2 的图形渲染管线也是分体式的， CPU 或者 VU 负责计算几何变换与光照计算， GS 只负责填充像素。当模型数据经过 CPU 或者 VU 的几何变换与光照计算之后，会生成一堆带着屏幕坐标信息、颜色信息以及纹理坐标信息的三角形顶点。这些三角形顶点会按照三角形图源的组成顺序，一个一个被提交给 GS 进行绘制。 GS 呢会按照三角形不同顶点的颜色，在三角形内部去做一个差值，模拟出光照、颜色、明暗过渡的感觉，然后呢再按照纹理坐标的信息对贴图进行采样，贴在三角形上，从而绘制出游戏的画面。得益于系统内部的 DMA 数据通道的高速带宽，以及 GS 内部高速的三角形与像素处理能力，使得 PS2 在极限情况下每秒可以绘制7500万个三角形。只不过 PS2 只能在绘制没有纹理贴图、没有无效、没有抗锯齿、没有颜色差值、三角形3个顶点颜色全都一样的纯色三角形情况下，才能达到每秒绘制7500万三角形的壮举。不过呢，即使是在有颜色、有贴图、有物效的情况下， PS2 每秒也能绘制3000万个三角形左右，大概是正常情况下 DC 每秒绘制三角形的5倍，比 NGC 和 Xbox 在相近绘制模式下的理论三角形性能还略快一些。不过虽然这3台主机每秒绘制的三角形数差不多，但 PS2 的游戏画面在大部分跨平台高画质的游戏中基本上都是画质最拉垮的那个。咱们可以观察老版《生化危机4》的 NGC 版和 PS2 版的画面，稍微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 NGC 版的颜色很鲜艳，而且整体的光照效果看起来也比较真实，有很强的明暗对比。但是 PS2 版的画面感觉就是灰蒙蒙的一坨，好像有点光照效果，但看起来又不是特别明显，这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卡表移植的不用心吗？我相信卡表的移植肯定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但无奈 PS2 呢，它不支持像素着色器，所有的光照计算都只能以顶点为单位来进行，这就导致模型的表面很难做出高光的感觉。因为顶点光照开得太亮的话，一旦模型的面数不够，就会出现下图这样看起来非常不自然的效果。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调整光照的强度，让这个光在不穿帮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亮一点。由于光的强度无法做得很亮，所以我们玩家看起来整个场景就会变得比较平淡，感觉灰了吧唧的。换句话说呢，也就是画质比较差。而 NGC 的 GPU 呢，虽然它也不
不支持现代意义上的像素导致器，但它的 GPU 内部有很多可以配置的固定计算单元，也可以实现按照像素为单位去计算光照的效果。所以 NGC 游戏的模型上，即使有很强的高光，也只会在角度很小的范围内出现，光照效果看起来就会有比较强的明暗对比，颜色看起来呢也会比较的鲜艳，我们玩家也就会觉得游戏的画质比较好了。还有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即使是被 PS2 一直按在地上摩擦的 DC， 它的 GPU 也是在硬件上支持使用凸凹贴图来进行像素级光照计算的，而 PS2 原生的硬件是不支持使用凸凹贴图的。那如果咱想要在 PS2 上实现带法线贴图的像素级光照效果，就必须要使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才能实现。这个方法的步骤呢有一点繁琐，我讲一下大概的思想，就是把光的方向当做顶点的颜色传给 GS 进行绘制，然后呢 GS 会把顶点颜色的RGB 值和贴图的 RGB 值进行乘法操作。因为顶点颜色的 RGB 值呢，现在传的是光的方向，贴图呢是我们放进去的一张法线贴图，所以它的 RGB 就代表了像素位置的法线方向。这样两个方向乘起来之后，就完成了点乘操作的乘法部分。然后呢，再经过一堆 RGB 通道偏移再相加的骚操作之后，就实现了光的方向和法线贴图中像素级法线方向之间的点乘运算。这个点乘运算的结果呢，就会被拿来控制光的强度，也就间接的实现了带有法线贴图的像素级光照。不得不说 PS2 实现法线贴图的这个效果流程要比 DC 实现类似的效果要复杂太多了。这 DC 被 PS2 干死的这么干净利落，好像确实有点冤是吧？另外呢，热衷于模拟器的玩家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说法，那就是 PS2 的硬件特别难被模拟。PS2 的模拟器呢，也是开发了很久，一直都是勉强能玩的状态，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变成了基本稳定可玩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感觉可能有两部分原因。第一部分原因呢，是 PS2 模拟器刚出来的那段时间， PC 主流的 CPU 还都是单核的 CPU， 比较难模拟 PS2 内部多个模块齐头并进的这种工作方式。第二部分原因呢，可能就是出在 PS2 的这个 GPU GS 提交绘制的方式上。前面咱们也讲过，现代 GPU 比较熟悉的套路是把三角形一批一批的提交，每个批次里面的三角形都会使用相同的渲染状态来控制。但是 PS2 的这个套路是把三角形一个一个的提交，每一个三角形都可能会和它之前和之后的三角形处于不同的渲染状态。想要硬件级完美复刻 PS2 的效果，就需要按照 PS2 的套路一个一个的提交三角形。然而呢， PS2 每秒能绘制的三角形数量还确实挺多的，给每一个三角形都单独提交一次绘制，在现代的 GPU 上那是极其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对 PS2 提交的三角形进行分组和归类，把使用同一种纹理贴图和渲染状态的三角形都放在一起统一提交。这样做了之后呢，运行效率虽然会提升，但由于实际的工作流程和真机不一样，模拟器对各种游戏的兼容性就会变差，所以就需要对不同的游戏做出针对性的优化才行。例如在战神2这个游戏里面，在游戏中出现的高斯模糊效果，在 PS2 真机上是把图片偏移位置来回绘制了50多次才实现的。如果在现代的 GPU 硬件上也这么干，那效率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 PCXS2 这个模拟器在这边干脆就直接在像素导致器里面使用多次采样贴图的方法把这个效果给实现了。就类似这样的问题，肯定在模拟器的开发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所以对于这样一台 CPU GPU 架构双双奇葩但性能还挺强的游戏机，模拟器的开发进度慢也就不奇怪了。就在 PS2 推出1年半占尽市场先机之后，任天堂终于又憋出来了一台游戏主机 Nintendo GameCube， 简称 NGC。刀客现在还记得在当年杂志上看见《路易吉鬼屋冒险》这个游戏的时候，感觉这游戏画面效果也太牛了，这下巴都快被惊掉了。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在杂志上看见了卡表的《生化危机》重制版，我去，这跟原来的那个《生化危机》完全都不是一个游戏啊！这画面看着也太真实了，真是想上手玩一下。不过由于刀客当年还比较穷，而且 NGC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好像也没有什么盗版盘，导致我是想都不敢想自己啥时候能玩上 NGC 这种高端的游戏机啊。那么为什么 NGC 的游戏画面能做得这么精致呢？它又有什么黑科技呢？下一期刀客将会为大家介绍一下 NGC 这款游戏主机。如果大家觉得我做的这些影片还不错呢，可以帮忙给影片按个赞，也可以帮忙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喜欢玩游戏的小伙伴们。你还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第一时间收看到我的影片。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在评论中告诉刀客。那么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